2019年，迪士尼制作的星战衍生剧《曼达洛人》横空出世。这个在剧中致敬米开朗基罗名作《创世纪》的动作引爆了全球星战迷的激情。曼达洛人迅速出圈，小绿和小红这对 CP 横扫全球。出圈后 HT 也杀红了眼，尤其在第2季里疯狂开定，甚至借尸还魂了侠盗1号的几个杂兵。只可惜盛极必衰经历了第2季曼达洛人产品断崖式崩盘后， HT 极端收缩了第3季产品的开发，仅仅推出了4款产品，其中还有1款变相复刻的重甲曼达洛人。如今这4款均已出货，但是当我重新开始制作视频的时候，这第3季的产品价格彻底崩了。去年10月陆续拍摄的内容因为工作还静静地躺在时间线上，趁着春节索性做成集锦，给大家来个超长更新。曼达洛人第3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用了这样的黄蓝配色的腰封峰会是一副 IG-12和我们曼达洛人互动的这么一张剧照，前面还有3个我们的维修工抽开峰会第1层呢是我们的 IG-12， 第2层呢则是我们的配件层。我个人认为这款产品的定价有点偏高。拿出我们的主体那显而易见 IG-12 就是 IG-11 的一个升级版本这就是我们 IG-12 的主体那么真正好玩的部分呢，就是应该是把我们这些配件逐一放进去的过程。它的舱盖是可以打开的，打开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小油单放置进去。剧集里出现过的2个外星食物，3个小人把这3个小人也都拿出来，哇，好可爱其中有1个也能坐到座舱里面去，以及他们的一个替换手。还有呢，就是坐在这个球形座舱里的咕噜咕。那么这一版呢，也是提供了2只不同的格鲁格。那么应该说这是豪华版的配置吧，豪华版是多1个格鲁格的球的，也因此它这一套的价格和普通版的价格差的还是挺远的。那么支撑的部分呢，都是在第2层的。IG-12 的地台依然是我们传统的星战地台上面做了很多做旧的这种印记，以及我们的传统的支架。好的，这就是第1层所有的东西。那么第2层呢，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些跟其他人物相关配件为主的补充配件了。这也是这一套最让人头疼的地方。我为什么一直保留着第1版的博卡坦呢？就是因为这一套里面还配了几个博卡坦的配件。那么这几个配件换上之后的效果是怎么样，我们待会儿一起来看一下。Grogu 的配件部分有一根支撑杆，支撑杆上面还能够顶一个球球，这就是它座舱的完整体了。但座舱上方呢还有一个这样的盖子这个盖子呢也是可以合在上面。替换这个球形座舱的话呢，我们就要先把这一部分拆下来，这一部分是可拆卸的，然后再把它安装上去。同时也可以把另外一只 Grogu 藏在里面，正好设计的是可以严丝合缝盖住它。看后面的配件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请出我们的曼达洛人了。首先是一块盾牌这块盾牌是在剧集里面曼达洛人在后期大决战的时候也是背过的这么一个盾牌。那么在盾牌的背面呢，是有一根皮套以及一个把手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安装逻辑把皮套套过它的手掌，然后让它抓住盾牌。配备盾牌的曼达洛人就有了。然后背包的部分也是我们可以把它以磁吸的方式吸到它的背上。但显然隔着披风之后呢，整个磁吸力是弱了不少，而且它的实际位置会有一些偏差。如果我们把袍子拿开的话，会发现它的皮带也是成为了阻碍它磁吸的一个因素。把披风给它恢复上去，然后把背包给它临时的扣一扣。那么这样一来就完成了它的一个
有背包穿戴的这么一个造型啊。第三个专门供给曼达洛人的配件呢，就是这个电击棍啊。这个电击棍也是在剧集里从别的兵种上缴械下来的。接下来3个小配件呢，都是属于博卡坦的。首先第一个是它的能量盾牌啊，这个和帕兹维兹拉的 2.0 版本是一样，都多了一个能量盾牌。然后呢是它的一个带有导弹发射器的护臂。还有呢，就是曼达洛人女铁匠在剧集里为博卡坦打造的量身定做的这么一款带有他曼达洛人族标徽标的这么一个护肩。还有2样配件呢，一个是我们的老鼠邮差车啊，这是从应该说是第1部星战里面就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复古的一个配件。还有呢，就是烧红了枪管的重甲爆能枪，它也是在枪管的部分使用了透明剑，枪身的部分使用了透明剑，相当于一个带有一定特效效果的这么一把枪。如果有手艺人可以在里面加上一些灯珠的话，或者加上一些供电系统的话，那么在打开灯光效果之后，它一定会更好看。那么现在呢，它就仅仅是用那个透明剑和涂装的方式来呈现这样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我们帕兹维兹拉 2.0， 这个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也已经做过开箱的视频了。帕兹维兹拉的配件里面呢，就是有这样的能量盾牌，这个能量盾牌显然尺寸也是不一样的啊，博卡坦呢就是小了一号。维兹拉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壮硕号，比较一下2把枪的区别啊，这是原版的帕兹维兹拉的重甲爆能枪，就是除了材质和涂装，其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那么显而易见呢，这根软管呢也一定是可以拔下来互通到它的上面去的。拔下的软管呢，就把它替换成它可以拿的这个样子，背起这把泛红的枪。再往后呢，我们就要打开这款博卡坦，快速的演示一下这些配件和它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好了。那么如果我们要安装光盾的话呢，我们就需要使用到这个配件，它在这个位置呢开了一个孔，方便我们来安装光盾啊。原先博卡坦的肩甲就是以魔术贴的方式连接的，所以我们只要轻轻把它拿下来，装上这个新的肩甲就行了。除了 IG-12 这一款之外呢，我们还想重点聊的是第3季里面唯一带真人头的产品，就是我们的总督 Moff Gideon 2.0 版本。拿开峰会之后呢，就能看到我们的主体啊，主体呢应该也是只有1层的设计，在1层半的位置呢是它可替换的6只手型。打开吸塑包装，我们能看到主体啊，但是这只主体让我有一种戴手套的欲望，它又是那种钢琴烤漆的这个效果。如果说是不戴手套的话，可能会沾染蛮多的指纹。我们轻抽出主体，主体下面是披风，披风一定是会被带出来的。我们能看到它的甲特别的亮，出场的这个保护也特别的多啊。我们能看到两边的腋下有厚海绵，肩部下面有薄海绵，手脚和腰带呢上面都是有塑料膜保护，说明它的这个漆面啊特别容易刮花。那么看一下头雕，我只能说这一款头雕做的有一点点的柴，给人一种开了小小的美颜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整体上这个头雕呢是有一点点的软，不是这么的锐。其他的配件方面呢，有一个背包，这个背包也是非常烤漆啊，就是呲哇锃亮，又是一个非常亮的这么一个配件啊，而且做的科技感十足，就有一点点不太像曼达洛人的这种废土风的设计啊。整个第3季最后发现吉迪恩的这个基地里面充斥着这种东西呢，这种高科技呢也是挺让人费解了，就是觉得这个怎么设定上能够差这么多。继续看它其他的配件啊，有一把特别长的矛，还有它的短枝的形态啊，一根特别长的矛，一根没有变长时候的这个形态，一对喷射背包的火焰特效键，一个它手臂的喷火的火焰特效键。这个特效键其实在其他几款曼达洛人里面也是被使用到过的。坏掉的按键一把，
这个按键柄也是被它给摧毁了。这个剧情也挺狗血的，这按键都渲染了这么多季的这么一个神物，就被他们的咔嚓一下弄坏了，我的天！还有一把小手枪，2个长矛的闪电特效剑，一头一尾，然后就是这个钢琴烤漆的头盔啊。那么地台呢，还是我们祖传的地台，也没有什么新意，也是带了一个夹腰支架。我只能说这块背景板真的是百搭，任何一个人物配上这个红色帝国背景板都有一丝丝的威严啊。但说实话，这只头雕还是过关的。我觉得从 1.0 的这种非常呆板的状态变成 2.0 这样的状态，炸技术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再来看我们 IG12，IG2 也是一款非常有诚意的产品，就光它的可玩性呢就已经是拉满了。如果我们接上电源的话，对，有一个事情还没有做，如果我们接上电源的话，它是一定会叫的。背面这2个地方就是它的按钮，这里和这里是可以摁下去的，那么就可以发出在剧集里非常经典的 Yes or No 的声音啊。Yes, yes, yes, yes。那我们如何找到它的这个盖板的这个插线孔呢？我们先固定住下肢啊，先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下面还有一块小的盖板，轻轻翻开它的小盖板，就能看到它的 USB 插口和电源开关。然后再把背包重新安装回去，注意背包的线头也是要塞回去。然后呢，就可以接 USB 线了。我们呢，找一根 USB 线，接上线束，打开电源。首先头灯是亮了，给大家看一下，头上的灯是亮了。除此之外呢，就能发声了。说实在的有点无聊，但是聊胜于无。时隔多年 ，HT 终于在星战的产品上恢复了一些的语音功能。这3个配件呢，确实是有一些鸡肋啊。除了这个盾牌之外呢，还有这一个飞行背包。那么这个飞行背包也是配合度可以用比较差来形容了。总之，这个 GDN 2.0 除了头雕之外，其他部分都并不是特别的尽如人意啊。而且它的盔甲也使用了钢琴烤漆这样的材质，这种材质就意味着后期会有很大的概率在把玩和触摸的情况下留下印记。IG12 的可玩性很高，是一个特别像玩具的玩具，在 HT 的众多的产品里面，它可以把小人偶放到它的这个胸腔里，还可以发声，